大家好，今天继续给大家分享一些关于 for 循环在 Comfy UI 的另一些基础应用。首先加在我们的 for 循环节点，再在这里导入一个 Flux 的纹生图的基本工作流，然后把我们的 for 循环节点往下移。是这样的，有时候我们需要针对同一组提示词来进行不同风格的效果对比，这时候我们就可以利用循环来简单的实现这个操作。我先导入一个多行的文本来写我们的不同风格。假设我想生成4种不同风格的图片，首先我将循环次数改为4次，然后我将4个风格填入到这个节点，这里分别是书本插图的风格、像素风格、线稿风格和专业摄影风格这4个风格。为了在循环过程中我们能每次循环选择一种风格，我们接入一个 AnyIndex 节点，然后将我们的4个风格的文本与它串起来，接着将 index 改为输入，把 for 循环的 index 接入，这样我们每循环一次就会改变一种风格。然而，由于风格提示词在 Flux 表现并不明显，所以我这里复制一份文本输入框，专门来填写风格提示词，将 text 内容改为输入，与我们之前的 AnyIndex 相连。然后后面我们再复制并连接一个 guidance 设为2。我们在原来的提示词和风格提示词之间加一个 concat， 将这2个条件做一个组合。输出的部分呢，我们把这个预览把它连到最后，同时我们在这里加一个 batch any 做一个组合，因为我们想同时输出4张图片，这样就实现了我们循环风格出图的工作流。我们点击运行，这里报错了。对了 ，clip 这里忘记连了，连上我们再点击运行。对于风格选择这部分，有很多相关文本节点可以替代，你也可以使用专门的风格选择器，但整体结构是类似的，我这里实现的比较简陋。好，效果出来了，可以看到分别是对应插画风格、像素风格、黑白线稿风格以及摄影风格，这样就简单的实现了同一段提示词来生成不同风格的图片。当然，如果这里你需要在每张图片放上一个标签来更好的展示的话，我们还可以再加一个 Image Notes 节点，这是这个叫 Fill Notes 插件里的节点，它可以将文本写在图片的上方。我们将它的 text 改为输入，与每次输入到文本框的风格名称相连。然后将输出图片调整一下，我们点击运行，这样就实现了把风格的名称标注在了图片的上方，图片对应哪种风格更加的直观。好，我们再看下一个例子。我们在进行分块放大的时候，可以利用这个 Image Tile 节点把图片分块，并且可以具体设置为几行几列，比如这里2行2列4块，然后我们再利用 Untile 节点，同样设置为2横2列，这样可以快速将分块图片拼起来。其实这里拼图的话，还有另外一个方法，用图像合成节点来拼接图片。这里先把后面的 Untile 节点给删掉。我们先生成一张空的图片，尺寸呢跟原图一样，是512乘512，而我们再导入一个节点图像合成节点 Image Composite， 然后呢，我们把我们空的图片作为 Destination， 分块的第1张图片作为 Source， 所以这里我们要导入一个 Image from Batch 节点，对分块图片做一个选择。这样我们就导入了第1张分块图片，我们可以接一个预览，这样就把第1张图片贴到了左上角。同样的，我们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复制一份，在上一张图片的基础上，我们导入第2张图片，但是它需要在这里在 x 的方向上位移512除以2的距离，这样我们就拼接好了我们第2张图片。我们把这个复制2份，重复操作，最后就实现了我们的拼图。可以发现大多数都是重复操作，所以我们可以用 for 循环改写一下。这就是用循环改写的拼图工作流，比之前简单了不少。只需要在这里输入分块的行数列数，还有尺寸，可以随便改，比如改成4×4，它就会循环16次来进行拼图。对于这个循环呢，我们可以针对每一个分块图片进行一定的更改。比如我在这里对分块图片之后加一个图片缩放，比例为0.95。好，
这样就实现了我们把每一个分块图片缩小了5%的效果，这是之前用 Untile 节点做不到的。这样可以有更多的自定义的玩法，比如我把分块图片改成噪声图片，根据前面工作流，这里把3行3列噪声图拼合到一块。总的尺寸是1024乘以1024，这样可以很方便的做一个3×3的噪声图。我们都知道，Flux 模型对图片分区的控制能力很强，我们可以利用这9个不同位置的噪点图来控制我们的图片。我们将这张噪声图片复制到 Flux 图生图的工作流上，然后在这边输入非常详细的提示词，仔细的对这9个分块图片做了一定的描述。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这样就实现了仅依靠提示词生成多视角的角色头像。可以看这个人物一致性还是不错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对提示词要求比较高。我这里的提示词是用大语言模型反推出来的，当然肯定没有用 ControlNet 的 OpenPose 来制作的精度和可控性高，也需要抽卡。这里只是抛砖引玉，希望大家能够发现更多好玩的想法。这里的灵感是来自于一名日本网友用分区的噪声图来生成漫画的想法，还可以改成2×2的噪声图，生成效果和可控性会更好些。同样的，利用这个2×2的噪声图，我们可以来生成一个4格漫画。好，看效果，虽然文字并没有完全的写对，但是大概的意思都有提及。由于 Flux 本身就有超强的提示词理解能力，我们甚至可以不借助噪声图，可以直接利用提示词进行纹生图，也能生成4格漫画，还是同一段提示词。我们来对比一下，可以明显看到，虽然也是能生成，但是上面的文字跟我提示词里的描述是完全不一样。比如第一幅图这里的 Check out my new AI assistant 这句话完全没有，说明我们用4个分块的噪声图去分区控制是有效果的。另外呢，还可以利用这个方式制作一些简单的游戏贴图，比如这些风格还算统一的药瓶。也可以设计制作一些简单手机的 APP 图标，比起直接纹生图生成，控制效果会强一些。还可以利用更复杂的噪声图，比如制作一份 iPhone 16的 PPT。但是这个效果和前面展示的漫画一样，效果特别不稳定，这个出图的效果暂时只能图一乐了。好了，关于今天的分享就到这儿。